探戈杂谈室。Ni vos ni yo supimos cuál se perdió, ni dónde el bien y el mal tuvo un día final y otro día comenzó。好啦，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探戈杂谈室。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安妮老师。那安妮老师应该是全台湾最知名的女舞者之一啊，她非常会得罪很多人。对，我说之一嘛，之一啊。安妮老师的资历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再看底下的那些介绍。好，那他还有在台湾做非常多的一件事情是关于舞衣的进口跟贩卖。好，那所以现在全台湾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这些舞衣，其实很多都是安妮老师去跟国外厂商洽谈，然后进口进来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安妮老师。嗨，大家好，我是安妮老师。安妮老师，为什么你在舞蹈的成就上面已经这么高了？但是因为像我看你有比赛的成绩都非常的前面，而且是好几年，不是只有1-2年比完就结束的那种。那为什么对于舞衣会投入这么多嘞？因为一开始发现，就是如果你要比赛跟表演，就是表演服太少了。在某一次比赛的时候认识北京的西西，然后后来我就记得这个小女生，然后她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然后她的烦恼也是一样，就是在自己喜欢的舞衣，所以她就开始自己做。我会跟她洽谈，也是因为在那个比赛的场合认识她，然后觉得她的设计还不错，就是很简单大方这样子。那因为一开始我是专门跳沙龙比较多，所以它的设计很优雅，已经很足够，就是跳沙龙的人穿，然后用来表演或比赛。这个原因，认识他，然后我就跟他交易蛮久，然后发现他的衣服很不错，然后设计很多，布料选择都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台湾也没有人在卖舞衣，也很缺舞衣，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可以帮他代理到台湾这样。只有我自己喜欢的我才会代理。那另外一个我有2个牌子嘛，一个是北的，然后一个是希腊的。那希腊的因为我开始在练舞台探戈，就一样的问题，我找不到喜欢的舞台服装。然后他还住在欧洲的时候认识的设计师跟舞者，然后他叫莉亚，希腊的，都是因为认识，然后有长期购买的关系，觉得不错，才会变成代理商这样。背后这个就是刚刚讲北京的 Pamper。你后面的是北京的 Pamper， 那我后面这些是希腊的设计师，还有他本人的 model 这样。但是上次在跟安妮老师聊的时候，其实安妮老师的背景也有做时尚设计是吗？我是在伦敦念1年的时尚行销。时尚行销。对，那伦敦本身就是一个时尚之都，很多的，就是到处都是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欧洲名牌。我那个学院是专攻时尚，那多系它也有专门是设计师的，所以它有一些设计师的课。那我念的是时尚行销，但是我在学校课纲上有看到，就是如何设计打版或是品牌行销这样的课，我就会去上。那所以我自己也是会缝一点衣服这样子。那我们学校很有名的是有一些时尚周，跟一些蛮有名的牌子合作这样子。那我也有去
参观过。那我知道，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很特别的设计不要撞布料或是不要撞衫，这个我相当的明白。所以我们合作的牌子都是在追求不撞衫这件事情。所以你从以前训练的这个角度来看探戈51，你就选成 Pamper 跟 Lia， 因为它可以符合不撞衫的这个标准其中一个。因为他们不是用诚意的方式在做，那尤其是如果你选择希腊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那就是更就是感觉是全世界就这么一件，非常的限量。它的价格跟一个艺术家手幅。希腊的这个设计师蛮特别的，他自己本身是小提琴手，他是希腊的国家乐团的小提琴手之一。那他现在有在巡回，会画画，然后很会跳舞，因为是他本身非常的艺术家。这样子的人亲手帮你立裁出来，立裁就是放在 model 身上，那他不要打板，他一定要这么立体，然后去拼那些花。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很多拼接或是一些很多花，这个其实很花时间，花时间，因为他可能要一个下午对着那个人台一直剪，然后一直缝这样，这非常花时间的。我也有一件花绳，那个就是花分布在那个胸部上面，非常的美，这样。对，它其实是那些花是从布剪下来，一朵一朵这样剪，然后再一个一个这样拼上去，要一直看，好不好看，然后要一直微调，然后一直缝。艺术家的坚持。舞台装的话，其实是要对，它没有打板，然后一直复印这种感觉没有，所以每一件都一定是不一样。他可以根据这个人的感觉他喜欢的颜色这个适合的款式去安排那些布料的拼接跟花这样。那这样子会下定这种客制化的人，一定要是非常厉害的舞者才可以下定嘛？不一定只要你想要很特别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很厉害的舞者？为了自己，比方说探戈2周年。对类似就是你只要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场合，结婚或是给自己一个犒赏或是你想去拍艺术照都可以你有这样需求也可以来找我们，可以帮你设计。因为莉亚我记得她自己的婚纱自己做的你也可以做结婚你想要挑一点点 tango 结婚一点点结合 tango 的感觉的白色礼服也可以。是维伦妮老师所说结婚的送一件。我应该不会为了这种这么如此宝贝的礼物特地去结婚啦。那这样子，我们一般如果说，因为总不可能每一场舞会都穿得如此特别的、比较偏舞台装的出门。那一般的舞会，你建议大家怎么穿？就是你后面背景那些，然后这些就很适合了，对不对？是比较轻松，应该说比较轻松。对。那像你后面那个 Elsa 示范的那个拖点那一件就对，那个其实你搭个小外套，就是你就可以上下班，然后到舞会坐起来就可以直接跳舞。我觉得最舒服就是Tango 舞衣最舒服的就是它是很多都是弹性布，还蛮吸汗的。对，探戈的布真的穿起来很舒服。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后来跳到最后，平常也想穿 Tango 服，可以理解，因为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动起来比较舒服。
而且我们其实有很多是半身的设计，其实就可以拆开来穿。对，你搭牛仔裤也很亮，也很亮，就搭牛仔系列这样。我会就是上衣可以去搭牛仔系列。那因为很多人是反映说，希望也可以同时穿出去的话，哎呀，那你就挑的就是设计简单一点，或是你可以尽量挑套装。那你的上衣下面裙子不穿，你的上衣搭裙子啊、短裤就很适合。没错没错，像我身上这件希腊的设计师有做，他有把它做成上衣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很快出服啊。对啊，哎呀。那上衣就可以当外出服穿。那你要去跳舞，都换一件 Tango 裙就可以。没错没错。那不过我们女生常会觉得这样很好看，那男生会觉得这样很好看吗？男生吗？哎呀，男生跟女生在看那个舞衣的款式的时候，会不会眼光不太一样？会，我有发现到这个，就是偶尔会啦。就女生很喜欢，然后但是男生会说，没有那么好看啊之类。有没有哪一个款特别是这样，就是女生很喜欢，但是男生觉得好像也还好啊，或者相反，男生觉得这超辣的，但是女生觉得这个普通，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其实这个完全要看那件衣服适不适合这个人。对，那上也不用太暴露这样子。暴露的话，大部分应该是会反对。毕竟在舞会是一个很亲密的舞蹈，就是难免会介意，可以理解。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款式呢？因为探戈舞衣款式也是很多，要怎么去挑选？我可以帮你，就是你可以，如果我认识你，我就可以帮你挑这样子。那如果我帮你挑，然后如果你还不是很放心，那你就来找我试穿，然后寄给你试穿都可以，然后看你喜欢。那有的人是无法自己决定，他一定要问就是老公或男朋友的话，可以去问这样。像探戈的上衣有一种比较现在稍微比较多是有遮胸部，大概是这种圆弧形，然后再出去可以做平口，也可以拉上来那种有短袖子的。最近我还蛮喜欢这种款的。对，因为它就是一点点而已这样子。对，但是很优雅，又可以包住手背，所以有一些女生她比较在意自己的手背，也会觉得这种款式蛮喜欢。对，那个款很热销。通常我跟希腊设计师的感觉是一样，就是露肩的东西，就是我们不一定要露很多，那露一点肩膀就已经很女人味了，那不用露太多这样。所以像你后面薛仁穿的那一件黑色的爱心领的洋装也是蛮受欢迎，那它有开叉，可以露一点腿。呀，那种像上衣还有那种罗马领的，后面会露背，我觉得那个款也很不错。就是像我胸部最近比较小，所以罗马领可以稍微制造这里好像比较丰满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蓬出来比较立体。对，然后又可以把美背露出来，我蛮喜欢的。对，背也是一个议题，就是有的人不喜欢露全背。然后他们觉得男生的手在上面如果有汗很恶心这样。那有些男生确实也不喜欢碰到有汗的背。对啊。那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发明，就是它虽然是看起来是露背的，但是我们是用色网纱。就是兼顾就对了。遮一层。大家如果看到露背的衣服不要害怕，那只是效果，还是上面可以有一层，但是远看就是还是露背，还蛮神奇的。那可喜欢。
对，对，好看好看。就是基本上你们有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反映，我们全部都可以解决。嗯，想露这么像我露肩露这么多的话，你就一层网纱上去啊，缝上去。嗯，但是其实没有露的。好，我们下集再续，拜拜。